谭松韵、侯明昊又来放大招，一句快30了，一句我们还有 CP 名，网友这谁顶得住？如果娱乐圈里真的存在一种不用刻意营业就能让观众自动脑补的搭档，那么谭松韵和侯明昊绝对算得上最近非常有话题感的一对。明明只是正常聊天，明明只是节目里的几句话，明明两个人都没有直接说什么特别暧昧的话，可偏偏到了观众耳朵里，味道就完全变了。尤其是那句我也不小了，快30了，还有那句我们还有 CP 名呢，叫梁星星。听到这里，多少网友的第一反应不是分析剧情，而是等等，这两个人是不是又在偷偷给我们发糖？先别急着激动，因为真正让人上头的并不是某一句话本身，而是谭松韵和侯明昊之间那种越来越自然的熟悉感。而这种感觉恰恰也是逍遥能够让观众持续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逍遥中，谭松韵饰演逍遥，侯明昊饰演红叶，一个洒脱灵动，一个沉稳神秘，两个人从相遇开始就形成了非常鲜明的性格反差。官方剧情设定里，逍遥意外进入万妖谷，与万妖之王红叶展开了一段充满奇幻色彩的旅程。随着两人不断并肩面对各种事情，红叶也逐渐发现逍遥身上最特别的地方是那种不容易被欲望左右的纯粹感。所以说，这对组合最有意思的地方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俊男美女，而是反差。谭松韵给人的感觉一直比较灵动亲切，笑起来很有感染力。侯明昊则很容易给人一种清冷、精致、少年感与成熟感并存的气质。两个人站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种非常奇妙的视觉和气场碰撞。一个负责把氛围变轻松，一个负责把氛围变得暧昧，一个笑起来像阳光，一个看人的时候又特别容易让人产生是不是有故事的错觉。于是观众就开始自动进入一个危险模式，而且越看越觉得好像有点东西。事实上，这种感觉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在逍遥的相关宣传和互动中，两个人已经多次展现出比较自然的合作默契。相关内容里甚至出现过两人一起唱歌的互动，包括第几个100天和修炼爱情。而更让 CP 粉兴奋的是，关于两个人的 CP 讨论早就出现了。有媒体整理古装剧 CP 名时，就直接把逍遥的谭松韵和侯明昊列为宵夜 CP。所以当他们自己聊到我们还有 CP 名的时候，观众当然会瞬间接收到一个信号，原来你们自己也知道啊。这才是最让人忍不住笑出来的地方。因为 CP 文化里最让粉丝上头的，从来不是演员直接告诉大家你们快来磕，恰恰相反，越自然越容易让人产生想象，越随口越容易被截出来循环播放，越像朋友之间的聊天，观众反而越容易觉得真实。而谭松韵和侯明昊的互动刚好有这种感觉，不是那种非常用力的营业，而是你一句我接一句，你开一个玩笑我顺着接下去。你说自己快30了，对方也没有刻意制造浪漫，而是自然进入话题。这种轻松感本身就是一种很强的化学反应。当然，最危险的还是那句快30了。为什么这句话这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因为谭松韵现在已经不是刚出道时那个充满少女感的新人演员了，她一路走到今天，已经积累了大量不同类型的角色，从青春题材到都市爱情，再到古装、奇幻，她一直在不断调整自己的表演状态。所以当她自己说我也不小了，快30了的时候，观众听到的其实不只是年龄，而是一种很微妙的自我调侃，有一点成熟，有一点可爱，还有一点我已经是成年人了的轻松感。偏偏侯明昊就在旁边，于是弹幕和评论区就很难保持理智。网友最喜欢的就是这种不经意间制造出来的成年人暧昧感，因为它不是传统偶像剧里的霸道告白，没有我喜欢你，没有你只能是我的，甚至没有任何明确的感情确认，但是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反应，就足以让观众脑补出一整集。这就是 CP 文化最神奇的地方。而逍遥本身又给了他们非常适合产生这种化学反应的角色关系。
红叶经历漫长岁月，拥有强大的能力，也背负着属于自己的过去。逍遥却更加洒脱，他不按套路出牌，也不容易被所谓规则束缚。一个像是看透了世界的人，一个像是依然愿意相信世界的人。当这样的两个人被放在一起，天然就会产生一种互补感。红叶需要逍遥身上的那份纯粹，逍遥则需要红叶的保护和陪伴。所以他们之间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并不是单方面的拯救，而是彼此改变。这也是为什么观众会觉得他们的互动特别容易产生宿命感，甚至有相关讨论把逍遥的结局解读为一种莫比乌斯环式的宿命感，说明这对角色关系本身就很容易引发观众对于循环、命运和相遇的联想。而如果把镜头从剧里拉回现实，就会发现更加有意思。剧里他们是逍遥和红叶，剧外他们是谭松韵和侯明昊，一个负责灵动，一个负责稳，一个负责制造笑点，一个负责接住笑点。所以当两个人一起出现的时候，观众很容易产生一种感觉，这两个人是不是已经熟到不用解释了？尤其是在一些综艺和宣传互动里，两人的自然状态会让 CP 粉不断捕捉细节。例如你好星期六的相关节目内容中，就曾出现侯明昊霸气选择谭松韵的节目看点。当然我们必须说清楚，节目效果就是节目效果，演员之间关系好，配合默契，也并不代表现实中一定存在恋爱关系。这一点对于追星和磕 CP 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可以开心的磕角色，可以欣赏两个人的互动，可以觉得他们很有 CP 感，但不要把荧幕化学反应直接等同于现实感情。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他们作为演员之间产生的合作效果，而这一点其实比是不是真的在一起更加有意思。因为好的演员搭档不一定需要现实关系来证明，只要他们能够让观众相信角色之间的情感，就已经完成了最重要的工作。谭松韵和侯明昊目前最让人期待的也正是这种合作默契。从角色设定到宣传互动，再到线下同框，他们身上都有一种非常舒服的节奏，不抢，不硬，不刻意，却总能让人注意到。这也是为什么梁星星三个字一出来， CP 粉立刻就开始兴奋。因为一个 CP 名字表面上只是一个称呼，但对于粉丝来说，它意味着这个组合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记忆点。有名字就有故事，有故事就有想象，而有想象就很难不继续关注。这其实就是娱乐内容传播最经典的一条路径。角色先让你喜欢，演员让你留下来，互动让你产生兴趣， CP 名让你记住，最后再用一个小小的细节把你彻底送进坑里。而谭松韵和侯明昊刚好把这一套全部走了一遍。所以现在网友真正想问的可能已经不是他们有没有 CP 感，因为答案其实已经很明显，有，而且是那种不需要大张旗鼓宣布就能让观众自己感受到的 CP 感。更有意思的是，这种 CP 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甜到发腻，它更像是一种清清淡淡的糖。第一口可能觉得没什么，第二口开始觉得有点甜，等到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已经把刚才那句台词回放了5遍。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无云之心，不需要太多修饰，不需要刻意制造风暴，只需要两个人站在那里，自然地说几句话，观众就已经开始自动补全故事。所以看到我也不小了，快30了这句话时，大家为什么会瞬间跳戏？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他们的角色关系。看到我们还有 CP 名的时，为什么又忍不住笑？因为这个瞬间让观众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他们自己也知道大家在磕。而这就是 CP 文化最快乐的瞬间，不是现实一定发生了什么，而是屏幕前的你突然觉得这个组合好像真的有点意思。当然，接下来真正决定这对组合能不能继续被大家记住的，还是作品本身。演员可以带来第一波热度，互动可以制造讨论，但最终能够让观众留下来的，还是角色、剧情和表演。逍遥给了谭松韵和